如果你正在考虑2025年买房，这条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努力做人，实在做人。大家好，我是Maggie姐。最近有很多在看房买房的人都在说，哎呀，最近是不是买房可以压价了？然后现在买会不会是高点呢？然后市场是不是马上就要崩盘了？其实呢，每年甚至每个月都会有人说市场崩盘的事儿那在 Maggie 姐看来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这个市场上哪些是谣言，哪些是真实的，然后呢再做出自己的评断。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拆解一下2025年买房的5个谣言。谣言1：压价捡漏或者买法拍房才能赚钱。其实我认识很多人就觉得买房呢一定要压价买，或者呢也要买法拍房才能赚钱。那其实呢，很多市场上的房子呢，你如果都是可以压价了，那一般这种房子都是有些问题的，对吧？要不然就是位置不好，要不然就有一些硬伤，高压线呀，然后或者是一些噪音，或者说呢这个房子它本身它的 layout 或者它采光非常的不好，所以呢才会能够压价。那像这种压价的房子你买的时候是一时爽觉得哎呀我好像捡了一个大便宜，捡了个漏，但是呢实际上等你真正卖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我也卖不出去，然后或者我也卖不出价来。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房子呢，一定要擦亮眼睛。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法拍房那法拍房来说呢，其实就有更多的问题，就比如说它的风险在于说它的产权，或者说它为什么会进入法拍流程，以及很多的法拍房呢，其实你都是不能进去看的。所以说呢，它可能会有很多的维修，可能是根本你就是想不到的。那法拍房的话，你觉得是捡了漏，其实呢，你可能承担了更高的风险。那像去年其实我也参与了一次法拍房的这个流程。那我其实10年前我是买过法拍房的，但那个时候法拍房那真的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最起码低于市场价30-40%。那现在的法拍房什么情况呢？就是它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像去年我去试的那个 Mercer Island 的那个法拍房，最后呢就是加价到了一个基本上是市场价而且就是它的整个过程不像以前，你可能是会到这个 courthouse 去，然后能看到这些人去 bid 的，你就会相信这个流程是比较公平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在网上，然后你也不知道是 AI 还是什么，哎呀，反正最后呢，我也是没有加价去买这套房。所以说呢，我觉得像这种压价房或者是法拍房，一定要先搞明白它为什么会 sit on the market， 为什么卖不掉，以及它为什么会进入法拍程序，这样呢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捡漏呢，还是在做接盘侠。谣言2就是等利率降下来再买房。那利率降了当然好了，对吧？低一点利率也就是低一点的月供你的整体的买房的成本呢就降低了。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目前的这个利率是6.8%左右。那如果像大家很多人希望那样等利率降到3%或者4%那基本上我不知道未来的50年还会不会达成。毕竟呢，像前10年那种低利率，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看都是一个最低点，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机遇，也是当时 COVID 的一些算是黑天鹅事件造成的吧。所以说呢，想要复制其实挺难。那其实上周呢，我们有一些 pending 的客户基本上 jumbo loan 就是81万以上的这个贷款额度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5.5%到6%之间。所以说我觉得呢，也算是降了一些利率。毕竟你想要等到低利率时代到来再买房，其实呢不知道还要等多久。那利率低会有什么问题？就是买家又涌入市场，然后呢最后呢有可能还要再抢房。西雅图市场其实就非常明显有的时候利率低了以后，然后股票又特别好，那立刻就10几20对的人就开始来看房，然后就要加价。那你说买的便宜是不是还是更好呢？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还是说，如果说有不错的房子又有不错的价格，就先买到手，之后再 refinance， 这样呢可行性也是比较高的。谣言3就是现在不需要再加价买房了。那表面上看我们这边现在市场上的库存的确是增加了很多，但是从全美来看，美国住房还是比较紧缺的，基本上这个住房缺口还是在400万套左右。那现在库存的增长速度是远远赶不上这个缺口的。那我们要是看西雅图这边那整个东区来说，跟去年同期相比，这边的库存量是增加了60%到70%。但是呢，我们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 MLS 上面也显示那现在就这些库存量，也就是够支撑市场上2个月而已。所以说呢，现在还是偏向一个卖方市场，库存呢还是偏紧的。现在我们看东区其实学区好、状态好、位置好的这些房子还是非常好卖的。那上周呢，我也上市了一套 Smart Beach 的房子也是加价10万卖的。
所以说呢，是不是加价，你要看第一，它上市的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然后本身它的房子是有多优质，然后有多有稀缺性，然后再考虑是不是应该理性加价。谣言4就是现在买房就是买在了高点。哎，这个说法啊，每个月都有人说，每年都有人说。那实际你要看一下数据哈，虽然我们现在说市场 slow down 了很多，但是呢，全美的市场的房价其实呢还是在增长的，只不过增长更缓慢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 Zillow 的统计哈，第一季度全美的房价增长是在5.2%，然后呢，他们也预测说今年还会再增长3%到6%。那我们西雅图这边什么状况呢？就是我们3月份的房价同比还是增长了1.5%。况且说啊，房产作为一个中长期的投资产品，你真的不能只看这1年这几个月它的变化，你要拉长战线看它5到10年的变化，因为那个才是大部分人去hold的一个房产的时间。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有非常优质的房产，价格又合适的话，其实呢，你应该是多多考虑它日后的升值以及它以后的稀缺性，这样呢还是一个比较稳妥的策略。所以说呢，要么你是刚需，要么你比较在乎的是一个长线投资，你应该多多看这个房子它是不是一个位置好，然后能够保值能力非常强的产品，这样呢你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投资策略。谣言5就是经济危机来了，房市要崩盘。那从今年年初开始啊，的确那事儿可真是多。然后呢，股市不管是标普啊，还是纳斯达克呀，恨不得天天都在跌啊。特别是前几周，基本上呢，很多人都跟我们说他们的股票跌了10%到20%哈。所以说呢，现在呢，的确像西雅图这种城市啊，就是非常依赖于科技公司的这些员工。那现在股票市场的波动哈，再加上现在有很多裁员啊，包括盈利危机，所以说啊，买家的确啊，购买力是减弱了很多。但是呢，经济危机就等于房价崩盘吗？其实并不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之前4次的经济危机里面，只有2次房价真正的是下跌了，还有2次就是上涨。那最好的例子呢，其实就是疫情期间，疫情应该算是一个经济危机吧，但是呢，房价反而是暴涨，对吧？所以说呢，经济的 slow down 并不意味着房价就会崩盘。特别是呢，我们也看了一些最新的数据，就是这个 Autumn 他们其实是一直都是在关注全美的一个止赎房产，也就是 foreclosure 房产的数量哈。其实呢，就看到虽然说我们是有跟去年同比有一个增长，但是呢，依然处于历史最低点啊，基本上。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西雅图这边，那就是更健康了啊。那这边止赎房产就 foreclosure 房产的数量基本上就是低于全美平均水平。所以说呢，在西雅图的这些卖家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付不上这个房贷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刚才我们也说了哈，从房价上来看，西雅图这边呢还是属于一个增长，虽然说增长的比较慢，但是呢，房价崩盘的这个可能性现在看来啊，还是非常的小。好了哈，以上啊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2025年的5大买房谣言。那我们做房地产这么多年哈，看了太多的买家就被这些谣言耽误。那是你是可以等利率降了再买，你等经济再好一点再买，或者去找法拍房，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买房呢，关键还是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自己的预算应该是多少，以及呢就是自己的这个机会窗口到底应该在哪里。那如果呢您想在2025年买房，然后也想了解一下哈自己到底应该买在什么样的区域，然后自己心仪的这些 neighborhood 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欢迎您来咨询我们团队，我们会给您制定这种1对1的解决方案。然后呢，也欢迎您每月哈都关注 Maggie 姐的这个月报，每月初我们都会给大家讲解一下西雅图最新的房产数据以及房产的未来趋势总结。那我是你的 Maggie 姐，我们就下期见喽。